台湾第一点。现在我们打造的是全国最大的温室防疫型的养殖方式。你剥开来时哦，看一下，几乎没有黑色的米。真的哎，我们再试试看哦。你真的不相信？这是非常特别的。没有。那我听说你们家是100年以上1898年。那你说你曾祖父以前有一本秘籍吗？差点不见，照这个比例做出来的是这个味道，就是这个味道。那我就用孝陵蜈蚣盖天它还尴尬。还是你其实小名叫阿爷，而且这个东西是真的能吃啊，真的不作假。阿爷，你说这一区要干嘛的？要当种2的，就把它电晕之后再抓起来，还等一下眼睛如果很亮的时候，就是它醒了。醒了，对，他醒了，对，它现在很醒。嘉义也算是一个历史非常悠久的城市。江南平原的土壤肥沃，让很多人世世代代都在这里生活。但当科技越来越进步，很多的传统产业就面临着危机，也很少年轻人愿意回到他的家乡，传承这种100年的家业。科技跟传统常常出现着矛盾的点，而嘉义的年轻人跟嘉义人，怎么样在这个传统跟科技之间找到平衡点？我们今天就来看看嘉义的人是怎么努力的。俯瞰嘉义，有高楼耸立的城镇，也有一望无际广阔平原。在这片土地上，有人勤奋耕作，也有不少人用渔温养殖为生。现在却有一个人让水产养殖有了另外一种可能性。这样的样貌是你从小就看得到的，但是你有想象过，当你的渔温跟农田换上了另外一种形式，你觉得换上新样貌好，还是维持着回归原始跟自然？今天我们就来去找答案，到底哪一个好呢？哇塞，在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厂房里面，听说它是养虾，而且它是用电在养虾，用电养虾，蛮妙的概念。我们来问问看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大家你好，小豆你好，小豆。那个我们在这里面呢，我刚这样整个走进来看，其实有一点点觉得纳闷，就觉得以往我们传统养虾池，就算是你不是渔文，你也是要有一个类似像一个库拉刚刚，但你这边是用电在养虾，怎么说用电养虾？现在我们打造的是全国最大的温室防疫型的养殖方式。对哦，那我们叫做渔电共生。但是我们针对养虾为主。哦，针对养虾为主。一般那个养殖，尤其养虾，最担心的是寒流，还有温差大。对。那我们这里面呢，我们的水温都保持在20到23度，寒流的时候，像外面14点多度，我们大概水温还有在21度左右。所以你手上拿的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即时监控。现在我水下的那个虾都在活动。那我这样可以看到它的大小尾。OK。第二个呢，它那个即时监控的，看看有没有病菌啊，或者水质怎么样啊，都有办法是监控。哇，所以这样其实成本来讲，也相对会比以往我们在养虾的成本高还是低？我们的成本是比较高的，比较高的，但是我们的育成率是高很多的，就是收成率。因为你在外面。碰到的那个极端气候带来的环境，比如说寒流、暴雨、淹水、台风，甚至疫病，外面很容易发生。不过我们在这个有保护型的那个防疫型的那个设计呢，这个就会降低蛮多的。哦，收成量变高，相对算回来还是比较划得来的。哇，这是虾苗哎，对，虾苗，好酷哦。哦，所以也就是说啊，我懂了。也就是说，像我们在这样的环境里面，它上面一个是温室的感觉，
然后你上面是重电，所以你是用这样的用重电的方式，然后把这样的电力，然后用在虾池里面。我们这个电是直接卖给台电，哦那我们用的电，但是就用一般的农业用的电。农业用电，OK。最主要是我们的绿能，对，就说以我们这个附近，我建置了差不多312兆瓦，那个等于我们差不多有发电量，大概一年有4.21度。哦，很强哎，我们的养虾呢，差不多4.2亿只，一度电等于绿电，等于养了一只那个很健康、很有新鲜的虾。因为就是用它是一个循环的概念嘛，你用像这样的话就是太阳能嘛，你用太阳能的大自然的力量，然后把电种出来，回到台电，然后我这里其实也在用电，所以它就是一个循环，然后循环产生出来其实就是虾。对哦。陈大哥是屏东的农家子弟，从小在农村长大，深知农渔牧业的辛苦，因此在发展绿能的过程里，他总把土地生产放在最前面，从农电进阶到渔电共生，赚的不只是电力，还有健康无污染的食物来源。现在开始收的就是白虾，这是我们的白虾。那对，它这个从到收成，你说这养了多久？差不多4个多月。它是每一池就是单这一池开始去养到收成。对，就是在这里从苗小小的到这里，到现在4个月多月，你说可以收几只虾？我这个一池我可以收差不多3000斤，3000斤的虾哎！还有我们这个是以友善繁殖，用友善繁殖的养殖方式，我们绝对不放那个一些的动用药或抗生素在这养殖。因为我觉得我要非常支持国人有权利制造健康又新鲜的食物。对，而且我觉得像这样子的环境里面，你已经隔绝掉了很多大自然或者是人为的因素。对，在这里面它就是一个很单纯的，就让虾从苗养到这么大，很单纯的让它在这里面待4个月的时间，长大后我们就来收成。我们来试试看，这样出来的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味道？哇！真的是很漂亮哦，这是白虾，你看它这里面真的是都还蛮扎实的，有这个肉。我们的那个养虾的饲料都自己配的，自己配哦，有专家在配。我们就好的配方呢，知道的那个养殖的虾，不但有 Q， 也有甜度。所以以你这样开始做操作这个渔电共生，您操作多长时间？差不多2年多，2年多的时间。那这2年多你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跟挫折？那个在6、7年前到2年多，几乎时常都有失败。那我们一次又一次的调整到前2年多以前，我把整个团队组合好了，开始也确定这个养殖方式是对的，那我们就开始大量在复制养殖了。坚持，对不对？坚持还是坚持，就是人生只要做好一件事情就够了，真的是很强，我太佩服你们这种人。陈大哥就是希望能以身作则，让示范场稳定生产后，1整年都吃得到台湾白虾，也因此能改变现有的养殖模式，让白虾的工作变得更轻松、更有效率，还能让更多的年轻人返乡务农。OK， 好酷哦！我们可以从哪一个开始的那个？这个我建议用个白虾，白灼虾。哇！因为这个是很吃原味。真的是，这对我来说已经算是相当于叫低碳的料理，产地到餐桌，你也不用经过什么多远的运送，因为它就在旁边。你剥开来时哦，你帮我看一下长鳞。对啊，我们几乎没有黑色的鳞。来。真的哎，这是非常特别的，真的有长无泥，这是我们的特别的那个地方。我们以往在吃虾子，我自己在做料理的时候，我第一个就会先把它那个沙线挑掉，但现在真的是没有哎。我敢说差不多80%、90%没有，但是我不敢说100%，但是我们尽量达到有80%、90%也很厉害了。一般来说都是80%、90%有长鳞，能够挑到没有那一只就是你给那个亏就好了。对，哇，而且很扎实。吃看看。
新鲜的虾子就是不一样，很幸福的感觉啊。很甜哎，它有一个甘甜味，而且它口感是好的。很酷哎，它真的是拉起来，我到现在还是没有那个沙线，真的还是没有。有 Q 度，有甜度，这是我们好吃。哇哦，我们再试试看哦，到底有没有它那条沙场？我真的不相信，真的都没有。这个壳剥下来也是，没有，还是没有，它蛮酷的。陈大哥不只尝试白虾，也用电养草虾，满桌上的虾料理就证明了科技养殖的成果。陈大哥的坚持有了回报，未来他还希望能朝向更多方面发展。他相信农业生产才是根本，而科技带来的便利更能让生产事半功倍。台湾的每个乡镇呢，你都会看到大大小小的庙宇，你一定少不了的就是香哦。那制香产业，有人想过它是怎么来的吗？我们今天刚好可以找到一个制香的达人，听说他们的历史已经非常非常的悠久，来去找他们。嗨，阿田。哎，小豆。你现在在做这个什么？哦，这是将军的高钳，就是现在目前看到千里眼将军现在身上这个头上这个叫高钳，就是有点象征他的头发的感觉。哦，对。所以你从小对这样的信仰，还是说对这样的文化是非常感兴趣的？是，因为从小我就是在庙后长大的小孩子，所以你家就住在庙后，所以你从小耳濡目染的就是这样的文化，叫庙会文化。庙会文化，庙会跟正统不一样，不一样。其实应该说，我从小耳濡目染这样的庙会的一个宗教文化。对，所以从小只要放学之后，只要听到凤林宫有庙会的声音，他就会跑来凤林宫前面看热闹。对。那我听说你们家是100年以上，1898到现在，那120几年。1898，哇，100年以上的制香业。我们的记忆啊，我们的店名是没有一直沿用，但是我们的记忆是从我的高祖、曾祖、祖父到我，已经第5代。原本在北部工作的伯权，一直对传统文化很有兴趣。回来之后，先学习扛神教、操神偶，后来在奉天宫成立神教班，就是希望能将传统文化继续传承下去。虽然制香也是从小耳濡目染，但真正下功夫钻研，也是从回家接手香铺工作后才开始的。这味道跟我小时候在家里，因为我爸妈也是属于道教，家里也是有时候他们会点那沉香那些味道，可是这味道不太一样哎，它有一个桂花味道哎，是没错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一款主要的香调就是以桂花为主。桂花？对，就是桂花。对。所以你们从第几代开始创新，可以做像这样子有香氛味道？就好像我们印度的线香，基本上在调香的这个地方开始大转变，其实大概是从我们这一代开始，就是我这一代开始，感觉上就是在帮我们制香材在一个创新。所以你说合香这个功夫是什么意思？比如说像用这样的东西来合吗？对。其实现在目前什么意思？我们现在镜头上看到的这些是我们制香的原料的其中一环。哦，真的？对。这是什么？这是番红花。番红花？对，番红花。西餐常会有的番红花。只要戴手套咬不会受伤，不会。你第一次牵到女生手吗？酥麻的感觉。要当种乐，就把它电晕之后再抓起来，还等一下眼睛如果很亮的时候就是把它醒。醒了。台湾第一点。像这是老木，不是林老木还是我老木？就是老人家的老木头的木，还是江西树林里面的老木，就叫做老木，就叫老木，没有什么老木，就是叫老木。但是老木怎么有一个羊骚味啊？对啊，所以其实我们这些中药材，它各自有各自不同它的特色。但是你不可能把一个线香做的就像羊肉炉吧？对啊，所以我们就是要调羊骚味。对啊，现在这些都比较一般的哦，叫沉香啊，这种沉香片，这是檀香木。等一下，沉香你说一般，来帮我
包起来。啊，不要啦。对啊，你沉香还一般，这些都是我们制香业它的原料之一。对，所以我们要把它调配出来，必须得要有你对香味相当了解的人下去调。你要先对这个香气的界定说，它是界定在哪边，在哪个区块？那这个区块它有，可是其他区块它没有，那没有怎么办？拿其他地方来补这一块。那你说你曾祖父以前有一本秘籍吗？哎呦，真的差点不见了。来，就是这样，我要看一下，上科2斤香材，1斤贵族。这魔鬼港够，这修共解脱，因为我刚才这全是秘密，这全是秘密。但是以我对剧本的记忆程度来说，想要买秘密就跟我认识就好。它这个是哪一款香的？这个，照这个比例做出来的是这个味道，就是这个味道。它的中药粉就是这个味道。哦，是哦。对。那我就用笑脸蜈蚣盖填它，还尴尬。还是你其实小名叫阿言。很妙哎！而且这个东西是真的能吃啊，真的不作假，真的能吃啊！你当作香菇来吃，这真的你讲的香菇是会吃的。以前香灰是真的能吃的原因，就是因为这样子啊，因为它所有的组成就是全部都是中药。所以说，古早的习俗也真是其来有自。随着时代的演变，像伯权这样坚持纯天然配方的人变少了，愿意传承传统职人精神的年轻人更是难得。与其创新，他更想把古法手工香发扬光大，让我也想跟着尝试一下。有没有看到？厉不厉害？完美。啊，这个是什么？现在好，现在目前看到这个是我们的第一个阶段，就是竹子、竹心裹上第一层的楠木树皮的粉。楠木树皮粉。好，那这个阶段我们就是要打底，泡水就黏，就产生粘性。我先示范一次给你看好不好？然后下去，我们就是泡到它的预留处。好，泡湿之后拉起来。哎呦，然后我们裹上粉。哦。我觉得你在制香的时候超帅。真的吗？真的啦，因为它有点赶时间了，所以我没有一起可以用。不是，我以为就是要这么帅，就是因为他在赶时间哦。因为他他妈赶时间，因为它这个粘性哦，它泡到水之后，它会释出粘性。对，它释出粘性，你不赶快在最短时间内赶快把它用磨，你有没有看到我的手一直在摩擦这个竹子？有没有？所以现在镜头可以看得出来，它基本上我用最快速的时间把它拨开之后，它就不会粘连在一起。好，然后你放松一点，放松，不要紧张。我放松，不要紧张，再松一点，然后再松就掉了，就这样，对，不要太紧。然后我们的右手就是有点扶着我们的左手，然后你沾完水之后起来的时候，你要这样子把它大拇指压下去，这边是转过来，对，然后等。你要手抓下面一点，然后你的这边左手这边有没有要像这样子，就是可以越下面越好。对，这样，来，好来 ，OK 好，重点来，快过去，放到这边，好，你们要动一下，左右动一下，好，拿起来，好，拨粉，对，拨上去，然后刚刚我教你的那个方式这样转，对，对，我跟你讲，我要练轻轻起，对，哦，跳，是，我一起在里面打来，这已经在天之雄厚，资质雄厚。我对，我好像在把他们，你都没记，凊彩错，我冇记，都无啦，派去就派去啊，我派去要头家，反正领导香济，反正就是想办法让它沾满的粉就对了，然后一直要把它转动，让它拨开，那不然它竹子会粘连在一起。要用力压，你要用力压下去，竹子它不会痛，你可以用力压一点，但是插到你的手会痛，你要搅出来，这样，对，就。检查的时候，你就是这样看，这样子，这是有打开的。那像这个有没有？这个是粘连在一起。那这怎么办？好，那等下我先帮你挑起来，等下我们再把它打开。我看这这支粘连啦吼，现在卡掉吼。这袂得免卡，我做干呢，你等下嫌我，你就要拍火啊！我跟你讲。
但是说真的，不是我在夸奖你，是真的。如果以第一次的体验哦，这样你算是很及格了。真的哦，真的很及格，不对讲。现在这个上面是裹了第2次的粉，对，然后等一下稍作休息之后，它还要再裹上第3次。所以没有你制香总共要几次？裹这样粉，裹上去这种，裹上现在目前我们主要的原料之后，我们要裹上3次粉，3次的粉，所以制香其实很辛苦哎。对啊，它时间成本是很高的。手工香制成十分繁复，连染香角也不能马虎。博泉坚持使用食品级的色素，让我感受到他体贴每个拿香人的用心。最后日晒，让手工香得以长期保存，不易变质。完成立香的制作，我还想来点不一样的。现在呢，我们要做一个叫小豆香。小豆香，没有人这样要求过你吗？真的，第一次。但是我真的也想试试看，就是自己脑子里想象的味道调出来，燃烧起来会是个什么味道？这个是桂花，哦，桂花的香气。桂花我一定要。哦，这是台湾肖楠。肖楠跟桂花搭，糖果，真的。不信你先用这2种调，我们先一点点烧烧看，一点点。不行，台湾肖楠的这个味道下去了以后，它就出了一种传统味。对，所以其实调香哈，我们要先知道我们想要的主香调，然后我们慢慢去测试出它的比例。桂花、台湾肖楠，我们照比例来说嘛，桂花要多，我现在往这边就是比例多，往这边就比例少。你可以先试试看安息的味道，闻起来有一种鲜渣片的感觉。可是它很奇妙哦，它的那个香调，你等一下点点看，它可以补它的甜味。甜。它会有个甜哦，就是甜。我们把它往桂花靠一点，让它也再多一点。这是老山檀香粉。哦，这个我不行。这是老山檀香粉，这个我不要。经过博泉详细解释各种香料特性，加上我的大脑对于香味的记忆，反复运算，点燃试闻，最后我选定了桂花、肖楠、安息、红块还有肉桂来组成属于我的小豆香，不知道是不是可以一次就成功呢？哦。其实现在有几个方向，一般我们在调香哦，就是生闻，就是还没有烧之前先闻，那个叫生闻。然后调好之后再点起来的味道，因为毕竟消费者接触到是它最后烧起来的味道，出不了我心中那个完美的味道哎。对啊，所以调香真的是不好。它缺了一个凉感，你等我一下。这宝宝的，我收起来。大包的嘞，不能收了，去拿出来。都是这个，就是这个。我跟你讲，为什么你知道吗？它甜味出来，但是它少了一种，就是让你进去以后透心的那种清凉感。那我觉得你大概要放个大概2加1吧。你是不是今天觉得碰到一个内行的？没有，其实猜好玩。来，那这个你抽，这个你抽。所以它就是磨完了变这个。对。好。我觉得我们先试1好不好？如果1 OK， 我们就因为这个毕竟它成本真的很高啊。好，给我们看看味道怎么样？这个味道。有这个味道对了，这个味道是对的，这个味道对了。这味道对了耶！哇，就是它了，我们的小豆香出现了。有没有看到？等下是捏泥巴，我是捏木头。这整个捏起来，但是说实在，这个要干，其实它要放一大段时间，对不对？对，因为它有一个厚度。所以要等到它完全干才有办法点。对，没错。那我们刚刚这个是直接用吹风机稍微把它烘干，看能不能点起来。我们先试试看这个味道。来。我不知道点不点得起来。可以。小豆香来，小豆香。有没有？有哈。满分。被制香业者说满分，这个实在是不容易。我想它是因为机器在拍的关系吧，就是因为里面放好贵的茶。多了那个沉木的感觉是真的是不一样的。对啊，所以很贵。哇！
一炷香蕴含的不只是宗教上想传达的意念，更是伯权想把传统手工制香继续延续的坚持。而古早晒香脚的华丽摆阵，意外成为网美景点，这是伯权始料未及的，却让更多的人因此看到传统手工制香的辛苦与用心，也何尝不是一件好事？这种喜宴也太狂了吧！这种菜上桌哎，但是不得不说，是好吃啦，好不好？那我们来去看一下它在哪。进来。大哥你好，你好。因为鳄鱼，我们从小就会觉得它的给它这样，然后觉得哦，比较恐怖一点，是蛮恐怖的。它现在会咬人吗？有的会啦，有的不会，比较害羞一点。那你试试看啊，分辨不会咬的。就看它，哎呦，我看这一只就不。这太凶了吧，这一只，而且它有一个叫声呢。就这样就收起来。那它会不会咬我？应该不会啦，不要太紧张。哇，我玩爬虫玩这么久，然后基本上还是会觉得，像这样放在手上就好了嘛。可以。哎呦，你会训鳄鱼哎？啊，它真的就是我们在餐桌上看到那个喜宴的那个。对。是哦。这个大概5个多月。5个月。对。5个多月，它最长的寿命可以长到几月？寿命哦，我们目前最大的大概20几岁。20几岁。对。只要戴手套咬不会受伤。不会。你第一次牵到女生手吗？酥麻的感觉，真的，真的，我没有骗你。台湾第一点，没有关系啦，这个高度是可以的。下，因为我也没有办法救它，你知道为什么？因为我只能让它回到水里，因为我很怕一过去，它就被我吊在手上。然后你刚刚那个声音就是我了。哇！但很难想象，这么小其实有攻击性的。对，是有攻击性的。它出生就有了，出生就会有攻击性，破壳就有。你有被咬过吗？有。在哪里？这边。这个背大概这多大的咬到？80公分，然后整个剑骨头断神经，然后不能缝，1个月才会，就是1个月之后才好。只有这么大就咬到你剑骨头断神经。养鳄鱼其实是阿豪哥的爸爸开始的，为了让鳄鱼顺利繁殖，当初也是费了很大的功夫。今天就跟着阿豪哥一起工作照顾鳄鱼，来看看鳄鱼迷人之处吧。哇塞！它有时候会整只拖着走，比较大只的，所以大小只要分开，就是一定的时间就要把它分开。而且它们的叫声在这里面这样，好像我们在以前打电动，因为他们出生的时候就是有时候就要。它咬到它脚了啦！没有，它会拖着走。它不会把脚咬断了？有可能会把它咬断，因为他们其实进食的时候，大部分都是守株待兔那种的，比较不会机会主义，它不会是主动攻击，对，很少，除非那个动物在那边一直动，一直扰乱它。我想请问一下大哥，像这样子你敢抓吗？最好的话还是戴手套。对，你要抓也是可以抓，有危险的啦。对，有危险的。鳄鱼其实真的是有危险，有危险的。不建议当宠物养，真的，因为现在很多人都会把它当宠物养，可是我觉得是不建议啊，它毕竟是有野性的东西。对，因为我觉得它没智商啊，它就是球来就打，对，东来就咬。我现在要帮他们分大小，因为他们大的会欺负小的啊。
可以看一下吗？好，这个大部分都是4、5个月而已。4、5个月而已，那还好嘛，不会怎样吧？对啊，干单呐，对不对？这么小一只，只要戴手套咬不会受伤。不会。可以吗？现在不是它咬不咬我的问题，现在是它怕我的问题。没有那么简单，真的，你是要进去。你看这这一件哦，你看，这2只大小差这么多，对，这只的大小一定会把它咬掉吧？对，所以被它咬到的话会受伤，会受伤，把它这个移到隔壁去。哦，哇塞，我想让它试一下，可以，它不会怎样。确定吗？确定。你来，你先来。哦，还蛮舒服的。如果它要一直咬的话，还蛮舒服的。然后把它放下去嘛？对，放下去。哎，在这边里面有封起来，会不会跑出来？没关系，它里面有那个有挡住。对，它直接放下去就好。抓一只大只一点哈。好。它这只被咬到什么感觉？应该是没感觉。没感觉，你试一下。就是咬合力比较大一点而已。还好。哎，我说实在，我刚手有一种被电到的感觉。对，然后它比那个大，然后你会自己会紧张。你会紧张完之后，你会再想被它咬一次。有一种就是怎么讲？你第一次牵到女生手吗？酥麻的感觉，真的，真的，我没有骗你。你把手套戴起来，哎，这个给你戴，真的啦，你给她戴一下，你帮她戴一下，真的啦，我没有骗你啦。来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对，是不是有一种初恋无限 touch？ 对，舒服。哎，所以它这样就比较大，它不能跟它放在一起。对，不行。所以你大概多久需要这样换一次？大概1个月。1个月要换一次。哇，就是慢慢换过去，这样越来越大。有谁有办法跟鳄鱼这么亲密的接触？就只有在它这个大小的时候，你能够做这件事情。对，它再大一点，就变成哇操，跟它不会的。哦，呵，来，我帮你换。这个不用换嘛？不用，这只就让它在里面。对，哎，我手套还我。没有手套我还是不敢。哎，是不是有一种这样？哎，对，那个感觉，哎，这样子，对，有没有？然后被咬到的时候还会冒爱心，哎，有没有？真的，我没有骗你，真的啦。好，来，让我来。只是你里面的要怎么赶出来啊？你进去它就出来了，我进去它就出来了。对，那一只不用，这只不用做，这一只嘞不用，这只也不用。对，比较小只你就挑那个比较小只的就好。这只要，对，这只要。然后放在桶子里面，放桶子。对。啊，先那个给我，桶子先。来。你可以手伸进去呀，伸进。这只要吧？要，那只要。这只要。对。你起来。然后手伸下去，把它们拨开。你当我笨蛋吗？真的啦，不然他们就会在那边而已，他们不是呢。哎，你看他们爬墙的那个高度，你不觉得他们很像有一个电影叫《末日 Z 战》里面的僵尸吗？你觉得我会把我的手伸进僵尸群里面吗？嘿，嘎掉，刚刚好，你一直给你嘿，你一下你再加个你嘿，你也给他。不会一下啦。会啦，不会，你要真的要这样用开。对他们，你慢慢过去，他们慢慢这一只。哎，不对嘞，我发现，等一下，我发现现在有一个问题耶，因为我是要去抓它，没有错嘛，对不对？但是我蹲下去的时候，亚洲蹲，你知不知道我们家小豆豆是离地面很近的？我知道，因为我被咬过啊，我知道。哎呀，就把它电晕之后再抓起来，哎，等一下眼睛如果很亮的时候，就是它醒了。哎呦，醒了，对，它醒了，对，它现在很醒。台湾第一点。对，所以我抓棍屁股都会翘起来。哎呀，哎，大哥，来，我觉得你才是真男人呢。不会啊，很简单啊，那么小只。哎，我分不出来大小，这些其实都蛮大，都待这边就好了。是因为很多只，所以你会眼花缭乱。我分不出来啊，你会眼花缭乱啊。要抓快一点，不然他们都会咬你。
因为他们现在没有水，会很凶。会很凶。对。哦，他在给我叫呢，他在哎呦喂，这还是不要让它咬到。超过5个月后的鳄鱼开始成长快速，1年之后体型已经超过1.5米，这时候的危险性就大大增加了好几倍。这时也是挑选种鳄的年纪，看它们尖牙利齿的被咬到，这真的不是开玩笑的。阿爷，你说这一区要干嘛的？要当种鳄的。所以，我们现在在这边的感觉好像就是我是那个西边的那个牛林呢。我过去也按那个 OK 呗。有可能。可是因为现在这个不小哎。对。就是要选比较大只的过去当种鳄。所以这里面比较大只应该就是它吧？对。应该有2、3只啊。真的吗？对。太恐怖了啦！还好啦。你这要怎么抓啊？就把它电晕之后再抓起来。大哥，我跟你讲哦，刚刚我跟你换边。好，刚刚呢，帮你移那个小只的，已经是我人生最高峰了。这个我绝对不会帮你的。不会啦，你就帮对，你就回下面。我抓，然后你帮忙搬。可以，可以。可是还是要那个，可能要看一下那个公的母的。好，对。那种鳄你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判断它可以当种鳄？就是3年内它长得会比较大只一点的，我们就把它作为一个选种这样。来，大哥加油！那我现在就是开始电晕它，先电晕哦。对，你不要自己掉下去哦。不会。你可能要来这边哦，大哥，你要来这边，他才拍得到你。哇塞！这样电多久会晕？大概30秒，因为这是种鳄，我们不可能把它电到那个死掉。哦，太恐怖了吧！它的嘴巴张开来，太恐怖了啦！先要把它那个嘴巴弄起来，不然有可能它如果醒的话，我们就比较危险一点。是蛮危险的吧？不会，它嘴巴用胶带把它弄起来之后就蛮安全。你确定它不会那个脱开来吗？它等一下眼睛如果很亮的时候，就是它醒了。我帮你搬。它醒了。我知道，它醒了吗？你看到吗？哦，它的眼睛看到吗？它的眼睛好酷哦。对，它有一个左右的，对不对？就是它在水里面可以看得到，像是雨刷的概念。对。你说它的眼睛是属于就是水晶体，对，它就跟那个叫做就头足类一样，它的那个眼睛里面其实是水分居多，对不对？一旦就是比如说好了，你们要屠宰的时候，对，要准备上到市场的时候，它的眼睛就是不见化掉的，然后你就再也找不到它眼睛了。对，哇塞，谁有办法摸到这么大的鳄鱼啦？拜托哇，趁它还没醒的时候，给你给刷鬼。你要抱哪边？我抱后面还是你抱后面？我抱后面好了。好，你抱后面。因为他刚刚你知道我过来的时候，他有一个不会的，真的。好，你抱那个尾巴跟腿，对，然后往后面。等一下，抱起来。对，也速度啊不啦。你要怎么分公母？分公母要现在看吗？嘿啊，要不然你要怎么看？明天哦。这边。这公是公还是母的？公应该是公的。你怎么知道？从这里看，嘿，看到吗？这是它的生殖器。哎呦，阿母的就没有。哦，这样，它的生殖器就这样。呵，他跟你对啦，进来啦。哪边呐？继续找。哪有人这样抓鳄鱼，然后一直让它醒都这样抓？在哪边？好，这里。这一区。对，这一区。好，这区里面没有了吗？没有了。就是怎么放？就是让它的尾巴下去就好了。尾巴下去。对。好。然后再把那个胶带打开。它的皮好硬哦。我觉得人生中有2种动物让我摸到，我是醒了。
台湾第一点。对，他醒了。对他现在很醒。他现在很哎，我跟你讲，刚刚那个眼神就是直接这样，你抓我干什么？哦，然后我们现在就是要把它放下去，嘿，然后但他不会很激动吗？不会，你就是把它胶带拆开，然后让它自由落体下去就好。好，世界上有两种动物哈。哇，马上走，然后它又转。世界上有2种动物，我摸到的时候啊，是那个感觉是我从来没有触摸过的。鳄鱼皮跟海豚皮、鲸豚类的皮，那个整个你摸下去感觉是前所未有哎。它在它的皮上面有一层很像，你好像摸到一个塑胶胎的感觉，但塑胶胎的里面却是硬壳。对，它是硬壳的一个外层，只有薄薄稍微软软的，好像胶类的东西。那个就是它的那个胶质的底。哦，然后它里面还有一个硬壳，会好像那个龟板一样，对，一个，然后它是一个四方形，对，因为晕了，这只吗？这只应该就是母的，这只是母的。哎，你等下给我抓的时候，千万不要缠这种没缠好的给我。母的大部分都会比较小只一点，然后它这边如果它的也是从肛门这边看，对，如果泄殖腔，直接进去你摸进去之后是摸不到生殖器的，对，那它生殖器公的就会有生殖器，然后硬硬的，然后母的就没有。好，这个大小我可以抓前面，好不好？好，你可以自己抓。我怎么自己抓了？对，你就抓这里，对，这样抓，这里，我抓那甲，对，然后好重哦，哇，好重。等一下，他快醒了。那只是感觉，不是啦，他快醒了啦，他的眼睛，带，那只没有20公斤呢。不是他不管他有没有20公斤嘛，啊，我就是那个感觉。对吧？醒了，他眼睛亮就是醒了，合理。好，我放也是这样放，对，他尽量的话，脚都不要让它在上面超出，对，脚让它回去嘛，对不对？哦，他醒了。然后我们在拆的时候要马上放开，手不可以跟着它下去，要这样放开。对，他还在晕，没关系。对，他因为他眼睛也亮起了，代表他鼻孔就是可以自由呼吸的。哦，所以他现在没有关系。阿豪哥说，在台湾鳄鱼的食用价值极高，因为肉质富含蛋白质与氨基酸，胶质也多，尤其是炒三杯或药膳最受欢迎。今天忙活了一整天，终于可以吃到鳄鱼料理解馋喽。这个是药膳。哎呦，哇塞！哎，这鳄鱼皮是可以吃的吗？可以，还有一些龟板的那种就不行。啊，像这一块是可以的。可以。这是哪个部位？尾巴。怎么跟我刚摸到不太一样？我摸到怎么是硬的？对，那它煮下去之后就是 Q 软的，对，很像那个就是我们在吃那个低桃回的干烤，很像在猪头皮的感觉。可是它不油，它不会让你觉得很油腻的感觉。哎呦，我吃看它的肉，就是鳄鱼肉，它算口皮吧，白肉，算白肉，对。它介于鸡肉跟鱼肉的中间，对，可是它比鸡肉更弹性一点。对，没错。OK， 我要吃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3杯的。哎，这为什么板豆？这整个它有口皮吧？比较新奇的，而且鳄鱼肉它真的是很健康的那个食材。哦，又是它，这个我一看就知道了，尾巴，对不？而且是最后一段，对不对？它后面翘起来那个部分，香哦，胶质。3杯比较 Q。
上面比较 Q 然后会越来越黏，因为那个胶质真的很多，其实很多胶质对。哎呦，哇，这好吃，这好吃。哦，难怪它会变成是我们在板豆的上面的一道菜，跟我们刚刚看到那个照片，就它那个真的是板豆，然后加烤鸡头啊，那种，哦，看起来会觉得让人讲究民啊，怎么会这样子 ？OK， 它都会是一种饮食文化，只是你怎么看这样的饮食文化，那你就去挑你喜欢吃的东西咯，而且它也许对你身体是有帮助的。对，每天大鱼大肉可能也不好，多吃点鱼。那鳄鱼是不是选择之一呢？你可以自己想想。可以买鸡不进，看完了今天的节目，有没有什么获得呢？如果有的话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还有开启小铃铛。